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6月19日上午的11点40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由于周六周日两个交易日美股不开盘啊，我们直接说比特币。从周线级别上看啊，我们目前处在第三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8阶位置。那么这轮行情啊，从最高点69000美金，我们经历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首先从69000美金开始，这个位置呢是悟空阴线，然后8阶阴线，8阶阴线呢构成了一个8阶阴线组。首先由这根大的阴线啊，它是一个8阶的主阴线，后面的所有的震荡呢都是围绕8阶阴线构成的。所以呢，我认为后面的这些震荡，周线级别的震荡呢，它是8阶阴线所遇到的妖怪。8阶阴线走完之后，走沙僧阴线，沙僧阴线后面同样遇到了一个干扰 K 线。最后一根这根阴线呢，虽然图有点乱，但是整体你要仔细看的话，能够看清这根阴线呢是唐僧阴线，最终呢完成了比特币的从11月份到11月11日到这个1月份的第一轮下跌，周线级别的下跌长达2-3个月啊。这轮周线级别下跌修完成之后，它做一轮日线级别的反弹，日线级别反弹之后啊，1月份的日线级别反弹啊，1月到2月的日线级别反弹之后，做第二轮的周线级别下跌。那第二轮周线级别下跌呢，它形成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啊，在日线级别上你就可以看到，日线级别它形成了一个大的大开口三角形结构。我们把这个比特币的图啊切换一下啊。稍等一下，切换到这里你就看到了啊。我们再回到周线级别啊，这个图画的比较清晰一些啊。这个位置周线级别第一轮下跌，然后日线级别反弹，然后第二轮周线级别下跌。第二轮周线级别下跌有2个非常关键的点位，第一个点位呢是44000美金，也就是跌破了波峰连线上边线的这个位置，44000美金跌破之后啊，熊市继续啊。我在当44000美金的时候提示空头可以再次入场了啊，因为跌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位啊，这个支撑位呢就是44000美金，持续下跌之后啊，跌破33000美金之后啊，打开了下跌空间啊，潘多拉的盒子最终打开了啊。这一轮周线级别下跌呢，我们看到了它出现了2个关键性点位，一个是44000美金，一个是33000美金啊。这2个关键性点位同时跌破了啊，在这一轮周线级别下跌修完成之后，同时跌破了。跌破之后出现一个插针式的新低啊，大概是在27000这个位置呢，它出现了一个长达20多个交易日的横盘震荡。最终呢，形成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窄收敛三角形。虽然这个窄收敛三角形呢是酝酿多头的一个结构啊，当时我说了有可能打到这个33000啊，但是呢，最终在行情上仅出现了一个什么呢？最大幅度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这个反弹力度是远弱于美股和 A 股的。我们看到啊，美股出现了日线反弹， A 股出现了周线级别的大反转。那比特币呢非常弱势，走了一个4小时级别反弹，接近了33000美金啊，最高点呢是32500啊，差500美金，我感觉这应该也是差不多了啊。行情没有任何绝对的概念和绝对的事情，但是呢，行情里面时间周期切换、方向切换的它这个逻辑是一直在这里面的。然后呢，在本轮行情当中，在这个4小时结构上，4小时的窄收敛结构上，我们看到了它是在焦点位发生的跌破。焦点位发生跌破呢，我一直提到了这个观点，就是焦点位是一个黑洞。如果在近焦点处发生跌破的话，由于焦点的吸引力作用，容易反弹上来。但我同时也说了，如果在焦点位发生跌破，在黑洞的这个位置掉落下来的话，就不容易发生反弹。这个说法呢，我们在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在比特币的行情上，在以太坊的行情上都有过啊。我们回到这个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以太坊杠 BTC， 我们看这个交易对啊，它的跌落位置，我们打到日线啊，它的这个跌落位置就是在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啊，非常靠近于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特别绝对的啊。
这个位置呢就是焦点，焦点位置上发生跌落的话，不容易发生反弹，最终呢它形成了一个快速下杀的结构。那么比特币在这里也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比特币这2次的行情当中啊，这两轮行情的下跌结构啊非常接近，非常类似，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结构。你看啊，在最近的小日线震荡过程当中，也就是在昨天下午15点发生下跌的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了也是在小日线、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焦点处发生了跌落，所以呢，这个跌落它不容易反弹上来啊，直接下行跌破了18000美金整数关口，最终低点出现在现在的低点出现在1760517600。那我们看上面它是4小时级别的震荡，震荡时间长达20几个交易日从5月12号低点出现之后，震荡到6月10日28天震荡了28天1个月最终呢在焦点位发生跌落，跌落之后不往上反，为什么不往上反弹呢？就是因为它已经非常接近焦点，在焦点这个位置上发生了快速下行，迅速脱离了筹码密集区构成了一个急跌的结构。在急跌结构过程当中呢，我们认为如果这个急跌脱离了这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下跌三角形，容易出现反弹，但这轮反弹我们看到了仅仅构成了一个小日线的反弹，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是小日线的反弹。那么我们看到了行情走势是越来越弱，从上方连续28个交易日的4小时级别的反弹，到目前急速下跌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小日线的反弹，它的反弹力度逐层的走弱。那么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还可不可以做空呢？有人说看空不做空，屁话。既然你看空了，为什么不做空呢？顺势而为才能在这个市场上获得最大的利润虽然在行情当中，在之前的震荡当中，我提过2个观点，我有错的地方。错在哪儿呢？在上方3万美金横盘震荡的过程当中，我给出了2个条件，就是它有可能发生日线反弹涨到33000美金以上，涨过我给出的这个压力位，但是行情没有涨过这是我的观点当中错误的一方面。但是呢，我的观点中有对的一方面，我认为你在横盘期间，在3万美金附近要建仓，你要有一个观察仓，要有仓位，这个仓位无论大小都会给你在行情当中，在这段行情当中给你很多利润。同时在昨天上午的盘面过程当中，在昨天上午震荡的过程当中，我也给出了你要有空单，有空单你才能和行情建立联系，有空单行情才能在趋势下行的过程当中带给你利润。而我们再次建仓的点位一定是在反弹过程当中。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在反弹过程当中，有一定时间级别的反弹过程当中建仓，你的位置是安全的。但是行情当中虽然你想找到安全的位置但你能够找到那个位置，行情能够涨到那个位置是靠缘分的技术分析有短板，但是不完全短板。你首先要和行情建立联系，建立联系的唯一做法就是建立仓位。那昨天我评论区有人提出质疑他怎么质疑的呢？跟我说你在33000美金你不让我建立空头，你让我在33000到36000美金建立空头，对吧？我是这么说了，它是一个时间级别反弹的目标位，但是呢，你的空单手里要有粮，你才能在行情来的时候吃上热乎饭。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在结构上它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我们要做出这样的预期，做出这样的预判有这样的预判，你在行情真正出现反弹的过程当中，你才能积极的布局空单。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预判，如果出现反弹，
你可能会觉得你做错了啊，你的之前的那个观察仓打止损你就平掉了，平掉了之后，你不可能再次与行情发生关系，最终你和行情没关系的情况下，那么这一轮的下跌和你也完全没有关系。那在昨天的行情当中，我也是这样说的啊，只有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你有仓位，有仓位才能和行情发生联系。那如果它发生啊，它是一个日线下跌啊，日线下跌之后，如果出现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么你的布局位置是24000啊。如果在到达24000的时候，你再加仓的话，你能和行情产生更强的联系。这样呢，在下跌过程当中啊，在跌到17000点的这个位置上，你能获得更大的利润。所以呢，是出于安全的角度啊，24000到这个17000是24%，25%的利润。那你如果5倍杠杆，基本上就是125%啊，这么大的获利空间。行情出没出现这个机会呢？没有出现，仅仅出现了小线的反弹啊，证明行情正在逐渐的走弱啊。多了不说了，然后我们继续探讨今天的这个走势啊。今天是周日，马上啊，明天周一，它要做一个什么动作呢？啊，这个非常关键，一定要注意听啊。上周一啊，本周一的早8点，它出现了连续的2根阴线，构成了周线级别的2根阴线。那么下周一早8点有没有出现这种可能呢？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可能性呢？是有的，是有的啊，因为目前行情处在周线级别下跌的一个8阶位置啊。上周6月6日这周呢是悟空阴线啊，因为它突出于这轮震荡，这个连续20多个交易日的4小时级别震荡，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啊，本周直接走8阶，它的发生时间点是在本周一的早8点出现的，因为它是一个必然的周线级别收开盘的一个时间啊，也是日线级别收开盘的一个时间点。那么下周一啊，也就是再过10几个小时之后，下周一的早8点啊，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因为行情出现了悟空阴线和8阶阴线，马上啊可能直接往下走，不走妖怪的反弹 K 线啊，直接往下走，走出什么呢？走出沙僧阴线，而且这个沙僧阴线我们要注意时间级别啊，这个沙僧阴线是周线级别的沙僧阴线，如果急跌的话啊，在周一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周一的什么时间点是关键位置呢？周一的早8点收开盘的这个时间啊是非常关键啊，如果不能反弹到2万美金啊，如果在收盘的时候继续下跌啊，收开盘的时间点继续下跌，很容易在下周走出什么呢？走出沙僧阴线，然后再下一周走出唐僧阴线，最终呢6月出现一个非常低的低点。那么在当前反弹时间力度不够的情况下，反弹时间级别不够的情况下，走势非常弱势的情况下，要做什么呢？手里有空单啊！我的观点现在根据这个评论还是略微做出了一点改变，之前是非常保守的，非常建议大家在反弹过程当中做空，因为反弹过程当中做空呢，你是可以有着一个非常高点的位置啊，非常安全的位置。但是呢，我发现我一旦我方向说对了啊，让很多人没有亏到钱啊，他们没有感谢我啊。我说有可能出现反弹啊，有可能出现反弹，让他们在安全的地方做空，反倒有人批评我啊，抨击我，对吧？所以呢，我建议还是在这里建议，要有仓位啊，无论什么样的位置啊，你做空单的话要有这个仓位。趋势呢一直是下行的，我从44000点一直提出的啊，行情会出现一个大级别的熊市，比特币的目标价是14000美金啊，并且呢，在短周期来看，2万美金是一个短周期的目标位，目前2万美金已经到达了，并且行情有继续下跌的趋势。那在这种趋势的情况下，手里要有仓位。那第二点呢，就是仓位还是不能过重啊，无论你怎样抨击我也好，我的建议是你的仓位，目前的仓位不能够过重。然后呢，更多的建议是在
反弹过程当中啊，布局你的更多的空单。同时呢，我还是认为啊，如果出现反弹的话，布局反弹空单最好的一个时间点，还是能够出现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啊，是一个布局空单安全的时间节点。即使现在是一个下跌趋势当中啊，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级别的反弹啊，特别是在6月的末期啊，本轮下跌已经逐渐接近尾声啊，在中继的这个位置上啊，在6月底会逐渐接近尾声。那7月呢，7、8、9 3个月啊，是看行情能够逐渐的啊，在低点出现之后，在周线级别第3轮下跌洗筹完成之后，能够出现一些反弹的。具体呢，我们要根据当时的盘面来看啊，来做出决定。那么行情现在啊，还是一个下跌的趋势，特别是今天早上我提出了一个以太坊的空单，并且在会员群中说了出来。这个以太坊的空单呢，相对于比特币来说是非常好做的啊。我这里面提一嘴啊，它就是一个均线的一个乖离啊。我在我的图表中只画出了2个均线，一个是蓝色线5日均线，粉色线15日均线啊，粉色线10日均线，5日均线和10日均线2条均线。这2条均线呢，一旦5日均线下穿10日均线，你就可以顺势的做空。那么我们今天早上做空的时间点非常好，大概是在1000美金附近。然后我给出的止损位置是1005啊，1005啊，1005啊，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啊，直接下行啊，蓝色线下穿粉色线啊，这2条线呢，你可以一个做成观察线，一个做成操作线。粉色线10日线做成观察线，蓝色线当做操作线。操作线在观察线之下只做空不做多，操作线在观察线之上只做多不做空啊，可以完全这么做。当然了，以太坊它的结构啊非常简单，因为它是直接的一个空头趋势，并且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它是一个非常弱势的在日线级别的一个下行啊。那比特币就稍微复杂一点，我们看比特币啊，比特币的15分钟，我们看到了它的这里做出了一个缠绕动作啊，先是上来之后下行，然后再上来再下行。我们看这是这个粉色线啊，粉色线它做了一个缠绕，缠绕就不太好做一些。那以太坊，我们为什么说做以太坊呢？啊，在本轮行情当中，我一直说以太坊弱势于比特币，一定要做以太坊的空头啊。为什么做以太坊呢？因为以太坊它结构简单，我们仅仅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死叉啊，空黑区就好了，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方法，就是均线法，10日线做观察线，粉色的10日线做观察线，蓝色的5日线做操作线啊，非常简单这个，但是非常有效啊。你可以看一下日线啊，日线级别啊，这里面形成一个死叉，顺势做空啊，你看到这里面才形成一个缠绕啊，然后在这个位置上，也就是6月9号6月初，以太坊出现了一个死叉啊，出现了一个死叉，蓝色线下穿了粉色线啊，顺势做空啊，一路都可以吃到这个行情趋势上带给我们的利润啊。我在最近的这个策略当中啊，一直建议大家降低杠杆，降低一下杠杆倍数，甚至不要做5倍，做2倍就好。2倍呢，一轮行情我们算了一下啊，大概从高点到低点，然后从低点再到高点，基本上能够吃到稳稳当当的40倍利润。特别是按照这种均线的操作方法，特别是按照我们比特币牛熊更替的一个操作方法，基本上能吃到40倍的利润，1万变40万，一轮牛熊，对吧？非常稳的赚到这个钱。那很多朋友是喜欢做高倍的，高倍啊是有技巧的啊，这个技巧，在有技巧的同时，你还需要更大的精力去观察微观上，因为我们看到了比特币行情或者其他数字货币行情在微观上的波动是非常复杂的啊，你需要更多的技巧啊，更多的精力，更多的盯盘时间。那么在行情当中，我们为什么不能降低一些杠杆呢？即使这么说了，还是有人强烈的想把这个杠杆倍数提高啊。今天就有朋友跟我说，10倍以下是不想做的，起码要20倍。
那20倍啊，20倍杠杆的话，2.5个点的波动，你就要承担50%的亏损，或者要承担50%的一个心理层面上的一个波动。比如说这段行情一直下跌趋势，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反弹，这个反弹力度达到了3.86乘以20倍啊，它做的是20倍杠杆，23的624的8，基本上70-80%的亏损你要承受，然后行情再下来，在这样大的波动当中，你的仓位受到的影响也非常巨大，所以呢，它不容易抓住趋势上的利润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在没有技术的条件下，尽量降低杠杆倍数降低自己的仓位，找准自己的位置，找准自己在行情的位置。在行情当中，我只有这几点想要跟大家说就是行情你只要掌握趋势，目前的方向是下行，尽量找到好一点的位置。好一点的位置怎么找呢？就是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下跌趋势当中反弹如果能出现4小时到日线级别，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立空单的位置。无论某些人怎样批判我都会坚持我自己的观点就是如果能够出现这样的反弹，比如说比特币如果能够出现4小时级别的反弹，4小时级别以上的反弹才是你布局空单的一个好的位置这里都不算，因为这里是小日线级别的反弹，反弹非常弱势，尽量是有这种4小时级别以上的反弹才是你布局的位置。为什么呢？为了大家的安全，在行情当中，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不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不能够伤害自己，最重要的是不伤害自己。怎样做到呢？控制仓位，控制倍数，找到好的位置，顺应趋势不做无谓的抄底不做这个利润很单薄的这个抄底动作，因为行情目前处在一个熊市的进程当中顺势做才能获得趋势上的利润，永远都是这条真理是一直在的，并且我写到了我的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还有10几天左右就印刷完成了。整个的印刷周期呢是15天，上周印了1周下周再下周估计就出来了，也就是6月底到7月初就可以在淘宝、抖音、当当还有拼多多上售卖很快就将对大家面世。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